我们终于进入到正式的材质制作阶段了。我们这一节课来去给我们之前建的布丁的模型去创建材质。我们这里首先需要给它去添加一个摄像机，我们可以用这个摄像机插件去添加，也可以 Shift+A 在创建菜单里面去添加。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它就可以一键添加到你当前的视窗。可以在这里去调整画面的分辨率，我这里是1200×1600，然后它这个 Lock Camera 也可以去锁定摄像机视图。我们将摄像机焦距调整到135，这是一个长焦，通常适用于我们渲染这种静物类的东西。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窗口，左边的窗口我们可以用来实际的操作，右边的窗口我们就可以用来渲染，这样就可以互相不影响。我们可以微调一下摄像机。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它放在中间，然后左右留出一定距离。打开摄像机视图显示，把它调整到0.95以上，让周围黑一点，不影响我们渲染时的判断。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另存为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打开的是前面的文件，我们可以另存为一个新文件。我们前期工序做好之后，就可以点开右上角的渲染。在默认情况下，这个是一个灰色的视觉环境，我们可以先去给它添加一个整体的光照。我们再去新建一个工作区，然后将它切换到着色编辑器。基本上我们所做的所有关于材质的操作都会在这个着色编辑器里面。然后再新建一个工作区，切换到资产浏览器，我们切换到 Polyheaven， 然后点击 HDR， 我们想要一个跟它适配的环境。一般这种物体会出现在室内，然后像咖啡厅这种环境，我们就给它这样一个感觉的 HDR。 可以看到将 HDR 拖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世界环境，我们去将这个编辑模式切换到世界环境，就可以去对它进行调整。我们有旋转、强度，还有冷暖以及饱和度这几个选项。我们先把它强度去调整一下，我们想要一个类似于那种比较写实的光感，然后有比较强烈的明暗和冷暖之间的关系，然后调整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然后在渲染视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勺子有点略微的不适配，我们再继续去调整它。渲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对这个物体本身进行操作，我们需要一边去调整材质，一边去观察它在模型阶段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去调整模型。它是一个混合的阶段，我们就稍微调整它，让它感觉实在的放在这个盘子上面。然后放好之后，我们就给这个环境去做一下混合。这里我们添加一个背景着色器，然后就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因为我想要一个纯黑的背景，不想要这种 HDR 的背景。然后我们就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 加右键去拖动这两个，就得到了一个混合的着色器。然后这里去使用一个节点控制显示，我们这里用一个光程节点的第一个，也就是摄像机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混合，相当于第一个节点，第一个材质去控制光照，第二个材质去控制摄像机的光照，也就是摄像机去显示第二个，所以我们把它背景调成黑色，就意味着它只影响摄像机里显示的效果，而不影响现实，就是这个场景里面光照的效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去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冷暖，我们想要它冷暖的倾向不是那么严重，稍微有一点均衡的状态，就没有刚刚饱和度暖色那么重。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基本的一个世界环境，就可以去开始给我们物体添加材质了。添加材质，我们首先会给需要的物体去添加基础的材质，就像我们画画中的去给它定一个大型，然后上基本的颜色，我们去区分每个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有色。我们首先来选择这个布丁，然后点击这个工作区的新建材质，我们给它命名一下。材质的命名其实基本上自己看得懂就行了，最好就使用英文字母。我们就给每一个物体单独去做这样一个材质。然后我们同时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场景里面有的物体可以共用材质。这个呢，我们既可以前面去单独给它新建材质，然后再去用 Ctrl+L 去 link 这个材质，或者去一开始就用相同的材质。因为不是很复杂的操作，所以我们就先给每一个物体去添加这样的材质。看到右边这里，我们给每个物体添加完材质之后，整体的质感稍微好一点。因为默认添加的这个原理化材质跟最基础的白膜没有材质的质感其实稍微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场景里面它有一点侧光，有一点背光，然后整体的光感对比比较强烈，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去推进。我们先把每个物体的基础的颜色去调整好，质感也调整好，就是我们大概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粗糙度，它到底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还是特别强的反射，还是它的属性是怎么样的，玻璃的，有点透的，还是金属的，我们都可以从前面，就是我们制作之前，我们去调整之前，分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像布丁我们就给一个基础的颜色，然后这个盘子我们就给一个金属度比较高的，然后同样的这个勺子也是金属度比较高，我们可以把它拉到1，也可以给0.9、0.8这个数值。最后一个最底下的盘子我们给一个稍微灰一点的颜色，然后把它粗糙度降得很低，这样一来我们基本上这几个物体整体的一个材质的质感已经出来了，我们后续再去想如何给它们添加细节。
然后不要漏掉这些材质。有一些材质比较小，可能会忘记，但是就是逐步排查一下，不要漏掉材质。这里我们就给水面去将透射改成1，接近1，然后粗糙度降低，这样它就是一个类似于透明的带反射的水面。我们这里底下有个垫子，就是相当于盘子的一个底，我们给它 link 一下材质。然后我们去打开这个水面，调整好之后，我们基本上的整体的一个材质已经 OK 了，我们再去慢慢调整细节。